小米14 Ultra、vivo X100 Pro 这两台手机的对比，在我们之前的规划中是没有的，因为当时我们的节目排期已经晚了，而且满大街都是他们的对比，我们在上呢就已经晚了，没有流量了。流量对我们来说呢还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现在呢，我们的节目排期发生了一些变化，再加上以我们的实力确实很难提前抢到华为的 P70，所以就好像冥冥之中这两台手机要是不在我们这对比一下就不行似的。那么今天呢，就来看看他们的表现。欢迎收看 ZPH， 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尤其是加关注，这是让我们这档节目不停更、继续更新下去的动力。那既然说到了华为 P70 系列，那如果到时候有哪位热心的观众可以提前抢到的话，欢迎借我们用一下啊！正式测试前，先是鼓励摄影环节，我会拿着手机去瞎拍些照片，拍完之后呢，我会对照片进行调色，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不去讨论是哪台手机拍的，因为是台手机就能拍，关键是要参与到摄影中来。前面的照片，希望可以激起您对手机摄影的兴趣啊！欢迎收看 ZPH， 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这是让我们这档节目独立发展下去的动力。那下面就来看看他俩的表现吧。两台手机的后摄主要的焦段都列在这里了，那么这些焦段呢，就是后面我们要主要对比的焦段。在小米的拍摄界面里，除了前面提到的主摄超广角 3.2 倍和5倍以外呢，还多了一个2倍的数码变焦，它是主摄的数码变焦啊。后面我们也会对比这个焦段啊。当然了，还有小米着重提到过的30倍 AI 超级变焦什么的。现在是 vivo 的拍摄界面，它除了主摄超广角 4.3 倍长焦以外呢，也给了2倍跟10倍的数码变焦选项，这也是后面要主要对比的焦段。那这里夸一下 vivo 的拍摄界面啊，它在点击每一个变焦按钮的时候呢，可以显示当前的焦段啊，当前的等效焦段。还有就是点击每一个焦段切换按钮呢，也会出现一些小的数码变焦焦段，这些都是挺好的。那下面就正式对比这两台手机了啊，还是先从主摄开始聊起。参数都列这儿了，就不多说了啊。小米这边虽然说有一个可变光圈技术，但是之前都已经讲过它每一个光圈下的成像表现了。这里呢，咱们就看默认状态下两台手机的成像表现。手机嘛，就得拿起来就拍。从实拍样片上看，你们更喜欢哪边的色彩风格呢？小米这边徕卡经典、徕卡生动我都拍了 ，vivo 那边鲜明跟质感的模式我也都拍了。对比的时候呢，我就随机选用了啊，反正什么色彩模式也改变不了它们的光学素质。那么中心解析力方面，反正放大看画面的质感是有区别的，这些都是来自于数码计算的后果啊。但是从光学上说呢，两边都是很优秀的。再看一组主摄的样片，这回颜色风格差距还是蛮大的啊。你们喜欢哪边的效果呢？喜欢小米的打1，喜欢 vivo 的打2。中心解析力方面，放大看，两边在光学上说还是不相伯仲的。镜组的光学质量，也就是边角画质把控方面呢，这个看的是镜组的制造成本啊。要是从开始下降的范围上看，小米做的更好；要是从最角上的边角画质把控来说呢，是 vivo 做的更好。再看另一个角的镜组光学质量，这回两边画质下降的差不多了，但是小米的紫边重了一点。综合来说，两台主摄的光学水平都挺优秀啊。现在是高清模式的对比，两台主摄都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解析力方面 vivo 的更优秀。
不过还得再看一组高清模式的对比，因为我发现 vivo 的高清模式有时候会出现发白的情况啊，比如说现在小米的高清模式呢一直在色彩方面比较稳定，但是解析力方面啊依旧是 vivo 的表现更好。再看超广角镜头，参数都列这儿了。小米的超广角视角是非常广的，等效焦段达到了12毫米，比 vivo 广很多。但是可惜啊，他们两个超广角也属于半拉废物的超广角，就是到了夜景的时候呢不怎么样啊。这点咱们夜景环节再说。从实拍上看，两边超广角的色彩风格还是非常好看的。那视角差距呢，如图所示，这个红边就是 vivo 拍不到的范围。中心解析力方面啊，由于 vivo 的视角更窄，它拍摄的景物是更大的，所以在解析力方面呢是有优势的。再看一组超广角样片，这回从颜色风格上说呢，我感觉 vivo 的更好看一点啊。那么中心解析力方面呢，还是那个道理。vivo 的视角窄，它拍摄的景物更大，所以在解析力上呢，看着清晰度更高一些。不过超广角嘛，广还是更好一些的，只要夜景能跟得上就行。镜组的光学质量方面，小米是有些色散 ，vivo 是有些紫边，但是小米的视角更广，它是更不利于把控边角画质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呀，小米的超广角的光学质量是更好的。再看另一个角的边角画质把控，这回一看就是小米的表现更好了。那么小米的超广角视角又广，它镜组的光学质量又好。再看高清模式的表现，两边的超广角都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解析力方面呢，依旧是 vivo 的更好一些，但是阴影处的色彩可是小米的更好。再看中长焦的表现，小米有一颗3.2倍的中长焦镜头啊，因为它的等效焦段已经到了75毫米了，其实已经算长焦了。那长焦这块呢，小米有一个5倍的长焦镜头 ，vivo 是4.3倍的。先看2倍的表现，它们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颜色方面有些区别，可以说是很大的区别。你们更喜欢哪边的风格呢？那中心解析力方面，两边的表现都很优秀。现在小米是3.2倍 ，vivo 是3倍。小米是光学焦段 ，vivo 还是靠主摄的数码变焦。那么解析力方面呢，没有悬念啊，小米的更优秀。现在小米是5倍 ，vivo 是4.3倍，它们都是光学焦段了。那么在解析力方面啊，可以说两边都非常不错。但是小米的5倍呢，焦段更长，略占上风。现在是10倍数码变焦的对比啊，毕竟 vivo 在拍摄界面里给了一个10倍焦段嘛。中心解析力方面都不怎么样啊，或者说都还行吧，毕竟数码变焦嘛，小米的更好一点。现在是30倍的对比，小米开启了 AI 超级变焦。解析力上来说呢，反正小米添加了一些虚假的细节之后啊，看起来是更好一些的。但是屋檐瓦片上具体是什么花纹啊，它肯定是猜不出来的。还有万字纹呢，两边都已经七扭八歪的了，已经不是万字纹了，反正都是虚假的了。再说微距，这两台手机拍摄微距都是可以用长焦镜头的，它们的微距表现都可以说很理想，而且拍出来照片呢非常好看。现在拍摄微距呢就分两派，一派呢就是苹果、三星这种用的是超广角来拍，还有一派呢就是以华为为首的长焦微距。我个人呢也是比较喜欢长焦微距的。那么这两台手机拍摄微距的效果都是很理想的，而且放大看效果也都不错。虽然说画面的风格差距比较大啊，但是解析力还是很接近的。再说前摄，先看自拍的表现，用的就是前摄的默认设置，没有调其他的。两边自拍的效果可谓是非常好啊，两边的美颜还有磨皮可以说是恰到好处，都有一些，但是也都能反映出皮肤的纹理。从我的显示器上看，虽然说小米的肤色看起来更红润一些，但是有些过于红了，而且缺少 vivo 肤色的光泽感。vivo 那边呢，要是能稍微再红润一点点就好了。不过衣服的颜色准确性上还是 vivo 的更强。你们更喜欢哪边的自拍效果呢？现在是前置录像的表现，两边也可以说是非常的顶级啊，清晰度非常的高。当时我走的这条小路呢，可以说是坑坑洼洼的，可以看到他们俩的防抖做的都非常好。可以说前摄录像的差距比前摄自拍的差距还要小，我估计你们也无法取舍更喜欢哪边了吧。再说人像拍摄，用的就是手机人像模式中的默认设置，没有调其他的。两边从实拍上看，依旧是非常的好啊。这代小米14 Ultra 新加入的大师人像效果非常理想，可以说比13 Ultra 那一代呢拍摄人像的效果要提高了不少。vivo 这边在拍摄人像上一直是非常拿手的。
这回两边可以说是棋逢对手了。但如果你仔细看的话，还是 vivo 在人物脸部上的光影刻画上更老道一些。再看直出扩张度的对比，测试场景呢就是从易到难挨个排序下来的。两台手机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它们的表现都是非常的顶级的。那么直出扩张度环节看的是什么呢？首先看的就是亮部能不能亮得上去，暗部能不能暗得下来。亮部在亮的时候呢，还能保证足够的细节，比如说云彩呀、树枝跟天空的分界呀。暗部也是如此，暗部在暗得下来的同时，还能保留暗部细节，而且 HDR 多帧合成对齐要对得非常准，暗部不能发虚。两台手机的表现在这方面都可以说做得非常好，完全符合我对旗舰手机的期望。但是到了最后一个场景，终于小米的主摄跟超广角在暗部表现上超过了 vivo， 就是因为它的暗部能暗得下来，而且还有细节。再看夜景的对比，这两台手机在夜景拍摄上都可以说是高手，而且都可以关闭自动夜景，这点也非常不错。那么在前几个场景下，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两台手机的表现都可以说非常惊艳。像前面这几个代表性的场景呢，有强光有阴影，强光的亮度是非常亮的，暗部是非常暗的。那如果这几个场景他们都能搞定的话，就说明这两台手机在绝大部分城市夜景的环境下都能拍出非常理想的夜景照片。但是这里有个但是老观众都知道，这个场景小米就是拍不好。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在直出的情况下跟 vivo 比呢是相距甚远的尤其是亮光部分。而且就算是小米打开了夜景模式，它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在亮部细节呈现上也依然打不过 vivo 的直出。那前面这种情况还是在小米用徕卡生动的前提之下，如果你用的是徕卡经典模式的话，那差距将是更明显的。现在是夜景中长焦的表现，小米是 3.2 倍 vivo 是 4.3 倍还是亮部的问题，就是高光部分小米拍的没有 vivo 的好，其他部分都没有问题。现在小米是5倍 vivo 还是 4.3 倍依然是小米的亮部高光部分的呈现没有 vivo 的好。换一个比较暗的场景就没有那么多复杂的光线了，这是一个很暗的城市道路上，环境的颜色就是树叶的颜色是 vivo 的好，路灯的表现也是 vivo 的好。现在小米是5倍 vivo 还是 4.3 倍，效果跟刚才一样环境的颜色是 vivo 的好，路灯的表现也是 vivo 的好。好，到了祖传神树场景了，要打开夜景模式了。主摄的表现两边细节呈现都非常好。那么超广角的表现乍一看呢 vivo 的强很多，但其实细节呈现两边差不多。健身器场景是一个非常极限的场景，主摄的表现放大看的话，虽然说质感上有些区别，但是两边细节呈现的水平都非常高。同样的，超广角的表现乍一看也是 vivo 的好，但是细节呈现两边还是一样的。我们这里看夜景看的不是亮度，而是细节呈现。简单来说，树林小路这个场景，主摄的表现两边也是难分伯仲的，超广角的表现也是如此。甚至到了非常极限的祖传神树 Pro 场景，主摄的表现两边的水平也都是非常惊人的。而且如果仔细看的话，小米的细节呈现还比 vivo 强了一点点那么这回超广角的表现呢，倒是 vivo 的细节呈现强了。可以看出来，小米这台手机在极限场景的表现，就是在夜景极限环境下的表现潜力是非常大的。就是普通城市夜景，它拍不过 vivo。再说视频录制，用的就是手机的默认设置，它是非常接近抖音跟微信等社交软件录制的效果。录制的时候呢，就是手持，没有架子，没有稳定器。现在是白天主摄的表现，无论是清晰度还是防抖，两边的水平非常高现在是超广角的表现，两边同样无论是防抖还是清晰度都是非常上乘的。现在是2倍的表现，它们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两边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小米这边的锐化呢稍微重一点点。现在是 3.2 倍的表现， vivo 是3倍现在你能看出来是小米的细节呈现更多了。那毕竟小米这边 3.2 倍是光学镜头嘛， vivo 这边是主摄的数码变焦。现在小米是5倍 vivo 是 4.3 倍，这回两边都是光学焦段了，可以看到清晰度解析力都非常好，防抖也都非常强劲。但是颜色方面吧，我感觉 vivo 的好一些。
现在是10倍录像的对比，这回无论是解析力还是防抖都是小米的更好了。而且这回颜色我并不觉得是 vivo 的强了，因为 vivo 有些偏蓝了，虽然说小米这边偏绿。现在是主摄夜晚的录像表现，小米这边无论是清晰度还是防抖还是鬼影方面，都比 vivo 稍微差一点点啊。现在是超广角的夜景录像表现，综合来说呢，也是 vivo 的稍微强一点。现在小米是3.2倍 ，vivo 是4.3倍，但是小米那边的清晰度可比 vivo 这边强很多啊！你别看小米那边看起来更暗，但是解析力真的是小米要强。现在小米是5倍 ，vivo 还是4.3倍，在清晰度方面呢，依旧是小米比 vivo 的更强，但是小米那边的鬼影呢更严重。看来小米在长焦夜晚录像上做的还是不错的啊，就是鬼影有点明显。工业设计方面呢，两台手机都不是新机了，大家对两台手机的长相肯定都非常清楚了。那么我这边呢也就不多废话了，老规矩，大家说一下你们更喜欢哪台手机的造型吧。硬件方面呢，我们也不在行，想了解他们的游戏发热跑分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其他的节目。OK， 到结尾了，看完前面内容，希望可以在选择方面为您提供了帮助，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啊！别忘了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